坐轿。欢儿，你我曾相约成婚，如今你虽战死沙场，我亦自愿嫁你为妻，此生无悔。小姐，陆公子战死沙场，如今晴空闷雷，更是不祥之兆，小姐千万不能嫁进去。渣儿，明日我就前往边关，这木簪是我亲手雕琢，代表我对你的心意始终如一。待我大圣归来，一定娶你为妻。欢儿，我只求你能平平安安，我等你。我与陆府数十年前便定下娃娃亲，如今淮安哥哥战死疆场，我若不嫁，不是落井下石吗？你不必再劝。啊！哎呀！淮安，从今以后，我将用一生来守着你，守在洛江，但我无怨无悔。母亲，淮安哥哥，若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侯府昌顺。若有来世，我再与你厮守一生。夫人，贵爷活着回来了。淮安，春风啊，它好像有许多故事，它心中渣儿，有一个影子。这就是原女主主张，美则美矣，只可惜没人能挡住我完成任务，回到现实。淮安，真的是你吗？母亲，定是昭儿这3年日日在祠堂祈福，老天垂怜呀，才能让你平安归来。往后你俩再诞下孩儿，我就安心了。母亲，孩儿能从边关死里逃生，全靠石威舍命相救，与楚朝无关。大家好呀，大家叫我石威便好。哪来的乡村野妇，全无礼数。母亲，石威性子爽朗，甚得我欢心。况且，我已决定，此生无妻，只有石威一人。啊！夫君难道是想用救命之恩换正妻之吻？当初你嫁进来，我并不知情。况且，当时我不懂情爱，直到遇到了石威，我才知晓，我对你不过兄妹之情，不过兄妹之情。哎呀！多年感情，原是一场梦。我这3年都像是个笑话。听见没有？我和淮安哥哥是真爱，你才是第三者。你与他私定终身时，可有3书6礼？什么3书6礼？哼，我不在乎虚礼。无名无分，嫁进来，你不过最多是个妾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姐姐。淮安哥哥，就这么看着他欺负我？够了！石威我是一定要娶的，你若再三阻拦，休怪我不念旧情。本想看看这军功传承的平兰侯府能否出谷更进一步，没成想人越来越不济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！
怎么一个个怕成这样？万一圣旨说的是好嘘事，别说了。青鸾台这么野人，自幼便开始互相厮杀，只为能换来监察百官的掌令之位。听闻这一代掌令更是喜怒无常、心狠手辣，万万不可得罪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兰侯府世代忠良，今有国库空虚，陛下特命其半月内筹银20万担，若逾期未成，剥其爵位。哎呀！本官奉旨督办，即日起入住侯府，检查银两筹措进展。傅大人，可有异议？不敢，全听大人安排。少有人能在与我对视之下，还能沉得住气。这蜀招不简单。啊，大人，这边请。哎呀，20万两，这不是要整个侯府的命吗？不就是钱吗？开赌方放印子。陆家今日敢碰脏钱，明日御史弹劾的折子就会堆满御案，那时候才是真的昏了头。哼，唉，母亲莫急。哼，谁是你母亲？我有办法，能救我们侯府。说吧，有什么法子？若你能真的解这困局，侯府定有你一席之地。女孩子们爱美，她们的钱也最好赚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祖传养颜秘方，能令女子肤白如雪，肌肤滑嫩。倘若能制成养颜膏，定会受京中贵妇的追捧。但侍卫，你有话直说。无论来客多少，我们一日都只卖10盒。10盒？这是为何？这就叫饥饿营销，是为了吊足他们的胃口。我要在这侯府办一场盛大的拍卖会，届时再推出养颜膏，让他们疯狂竞价，定能日进斗金。我信你，说你能助侯府度过此劫，我便娶你为妻。哎，楚昭，你等着瞧吧，我一定要亲手将你赶出侯府，以后我才是陆府的女主人。早知我也是个见色忘义的负心汉，当初还不如……眼下最要紧的是赈灾之事，至于那女子，你好好盯着她。是，夫人。十位要办宴会，眼下他没有合适的首饰撑场子，把你的梳妆匣子打开看看。夫君，妾身双居，匣内皆是素银之物，恐不合江小姐的意。怀恩哥哥，楚昭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首饰而已，你摆这副样子给谁看啊？拿过来。夫君若不信，便自己看吧。这不是有一只吗？咦，样式是有点俗气，
不过我不嫌弃。不行，不行！这是夫人娘亲生前就备好的吉吉礼，夫人真爱一次都未曾戴过。那又如何？反正你家主子也用不上。夫人，你就由着姑爷这么抬举那个下贱东西？将欲取之，必将与之。好一个与之啊！大人，偷听强讲，非君子所为。抱歉，正好路过，惊扰夫人了。家宅琐事，大人见笑。明珠蒙尘，非诛之物。还望夫人勿要同旧时做痴缠，珍重自身。他是在关心我。我的簪子好看吗？阿姨，你在这数珠子呢？看我这个簪子好看吗？你这头上的簪子是昭儿王母准备的吉吉礼，怎么戴在你头上了？母亲，这左右不过是一只簪子，楚昭既然不要，便让石威，又有何妨？他小门小户的不懂规矩，淮安，你怎么也……母亲，石威的身世，并非如你想象的不堪。他，出身机关术世家，只是避世多年，不被世人熟知罢了。是啊，我最近研究出一物，明幻火。青鸾台掌令使顾掌令到。大人，田庄铺面询价者虽重，可是压价太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有法子筹足赈灾营，届时还请您赏脸参加。下行那批金属蜀绣的流民绣娘被人截胡了，是陆夫人的人。楚昭，陆大人府上当真是藏虎卧龙，就连收留流民这等小事，既也能做到未雨绸缪。想必是内子楚昭妇道人家心肠软，不忍心看人受苦，随便花些私房钱做些无用功罢了。眼下蜀绣之乡300绣娘流离失所，金穗蜀锦空实不足，他连这里面的玄机都未看破，当真是愚蠢。既然陆侯爷胸有成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昭儿还有心思撒钱当活菩萨？深闺女子见识浅薄，哪识得什么大体？母亲，淮安哥哥，你们莫急，一切有我呢。我的养颜膏已受到贵女们的追捧，如今只需要侯府下帖子，让他们来参加3日后的拍卖会，这银两不就筹齐了？小姐，那批绣娘安置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他们都安置在别院了。小姐，那江时威的养颜膏已被炒到1000两一盒，若是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他要快我们一步筹齐银两了。不
顾忌，先派些野生的，把此物买回来。此物啊，我们可得亲眼瞧瞧。是。小姐，东西买来了。包装倒是很精美，但不值这个数。他是虚有其表，就跟他那个人一样。这香味怎如此刺鼻？有毒！是铅粉，女子用久便会烂脸。他竟用这等奢华的盒子装这等猎物，这买卖倒是划算的很。难怪他敢抛下海口，说能凑齐20万两白银。小姐，可是江姑娘已经借着平兰侯府的名义，把上京有头有脸的贵人都诓去买了。什么？我要去找老夫人。夫人行色匆匆，可是在忧心那20万两赈灾银。劳顾大人挂心，家中确实有些琐碎之事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不合理数。嘘，别出声，有人。大人，这不合理数。看来夫人对我青鸾台置之事上。青鸾台这人皆是宦官出身，怎会有男女之年？定是我惊吓过度，失了方寸。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无妨。要是被他们瞧见，不知生出多少误会，眼下只能躲好了。楚昭挥霍银子还好，我还可以卖养颜膏挣回来。但他若买到身份不明之人，让长令得知，这侯府不就成了砧板上的鱼？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休妻的由头就更加名正言顺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负我。走吧。嗯。10年的青梅竹马情，换来的却是枕边人的算计。经济重地，商贾云集，尤其是胭脂水粉行当，最为运货子。若是有人利欲熏心，以次充火，夫人以为如何？多谢大人指点，楚昭收教。夜深怒重，夫人早些歇息。主子，您今天为何提醒陆夫人关于胭脂之事？你觉得那楚昭像是坐以待毙之人吗？他买绣娘，绝非心血来潮。胭脂之祸，他若知晓，必定有后手。不如主动卖他个人情。侯府这艘破船，沉与不沉，与我们并无关系。但留着这么一个聪明人，日后必有大用。主子深谋远虑，是属下短事。
可算是回来了。为何你手这么凉，脸却这么红？无事，清尊，你去取些纸笔过来。是。夫人可是要写信给老爷？不，我是要借侯府的名义，去多请些上京的贵妇来，试试那姜时薇那烂脸的膏药。夫人万万不可，这是要拿您的清誉去填那无底洞。戏台搭得越高，他才会摔得越惨。别出声。顾正，你究竟为何？不，打住！他一个内患，这些举动定是无心的。夫人，清岁，妇儿过来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侯府不能倒。淮安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今日谁都不许给我惹事。母亲，您放心，时薇早已预备好了，只是这拍卖会只有我一手操办。还请某人不要指手画脚。淮安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谁敢！你为了拍卖会熬了3宿，闲杂人等还是不要掺和的好。今日重点是养颜膏，你可明白了？是，谨遵母亲教诲。呀，夫人，你也来啦？是啊，是，一块坐。好。顾长令能来，简直令拍卖会蓬荜生辉。今日过后，朕在意一定集齐，绝不辜负圣恩。陆侯爷有心了，若是能如期完成圣命，自然是好。这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见过诸位夫人小姐。各位，这一件便是我们侯府最新研制的养颜膏，涂上之后便比18岁还嫩。你是谁家丫鬟？倒是机灵。让各位见笑了，这位是我府上的江姑娘。什么江姑娘？我在淮安哥哥的心里比你都重要。大家好呀，大家叫我时薇便好。简直不知羞！哼，陆夫人，你在请柬上写了今天有好东西，不会是这养颜膏吧？诸位啊，稍后片刻，待会儿自会揭晓。再让你得意一会儿，一会儿我赚了钱，看你怎么笑得出来。陆侯爷，你这红颜知己倒是有趣。让大人见笑了，一切都是为了朕在意。诸位看过来，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养颜膏，拍1送2，1000两起拍。1000两？怎么这么贵啊？诸位，这养颜膏有返老还童的功效，且光这盒子上的宝石就不止1000两。1100两，1500两。好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我出3100两。3100两，真大方。昭儿，这个江时薇的确有点本事，以后可要好好相处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嫡妻的位置
只有你一个。就怕母亲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最后还要让侯府收玉，一落千丈。好，3100两成交。恭喜这位夫人，获得我们第1件养颜膏。好像是还不错。下面我们开拍第2件。等等，啊，这又是谁？是谁呀？什么情况？大家不要上当，这些养颜膏全都有毒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这个养颜膏吗？啊，太吓人了！幸好刚才没有用。我的脸会不会也烂了？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！大家不要相信他，我们的养颜膏绝对没问题，定制之丰富，有了劣质胭脂，反来讹诈我们。没错，他一定是别的胭脂铺派来的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报官！放开我！周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快上去说2句啊！母亲莫急，我看夫君和江小姐能处理好，我们还是不要上去添乱了。是不是讹诈？一试便知。竟真有毒！我定要父亲狠狠打你们一笔！母亲，快送母亲回屋！难不成真是我那方子出了问题？如此说来，那平兰侯府戕害命妇，按罪落，等押入州狱。我做此举，并非送人入狱，而是提前戳破这毒胭脂之害。况且我的心还未称完呢。且慢！3日内，我定让你的脸恢复如初，而且侯府再额外赔偿给你3倍白银。你真能治好我的脸？自然。凡今日购买过养颜膏者，我侯府皆赔偿蜀锦1匹。侯府竟有如此好物，如今南地水患，蜀锦有价无市。陆夫人，这些可出售？凡今日下定者，皆可打8折出售。还望各位夫人手下留情。既然侯夫人如此有诚意，我们自然没有意见。就是不知，如果你能将我的脸治好，此事我定将不会再追究。顾长令，既然苦主已经撤诉，你看此事能不能就此结果？陆侯爷真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哼，扫把星，打你来了侯府，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来人，给我逐出侯府！不行，他手上的配方我还未拿到。母亲息怒，此事我已查清，是胭脂铺的林掌柜所为。把人带上来。啊！老夫人饶命，小的冤枉啊！这些事儿，小的一概不知啊。别担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顶多打个几板子做做样子。难道你说我儿乱冤枉人不成？撒谎成性！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重打100大板！老夫人，小的真的是……等等，母亲，此事牵连甚广，还需仔细查明，莫要冤枉好人。我已收集好了所有证据，怎么会出错？难不成要闹得满城风雨才肯罢休吗？再纠缠下去，
只会让外人看我们侯府笑话。拖出去！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！这祸根到底还出在你身上，给我滚出侯府！哎，诗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难道有了？母亲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最近总是恶心。传太医。恭喜老夫人，这是喜脉啊，1月余了。既怀有身孕，便留在侯府吧，但只能是个妾室，不能再惹是生非了。多谢母亲，妾身一定安分守己。嗯。这侯府待不成了，只是若想脱身，还需谋划。主子，陆夫人今日还真是光目相看。如今贵妇们早把毒烟指的是抛却脑后，一心强买赎金。这20万两赈灾银，还真要被他给抽齐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这毒烟纸之名被掌柜所担下了，侯府竟然毫发无伤。无妨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退下吧。啊。不是要你退下吗？我见门未关，望长令恕罪。本长令倒是不知，陆夫人竟然还有半夜幽会的癖好。陆夫人来此，不会就是为了看我一眼吧？顾长令说笑了，我来此是来寻求合作的。想必长令也清楚，侯府将沉，我想全身而退。哦，合作。你有何价值？凭什么觉得我们能合作？此令牌是我父亲的，我父亲乃是当朝左相，府上门客众多。见此令牌，即见我父亲。顾长令可还满意？不满意。本长令要的是你。陆夫人怎么如此紧张？我要的是你成为我手里的一把刀。毕竟，今日你在侯府的表现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登徒子竟然又被他一个宦官给戏耍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既然协议达成，那臣妇先告退了。月黑风高，陆夫人记得掌灯。啊！别哭了，留孩子抱。我千里迢迢随你回府，换来的却是江姨娘这3个字。日后我的孩子都不能叫我一声母亲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虚名，在我眼里，你才是我唯一的妻子。过节日的宫宴，我带你一起去，让你堂堂正正的站在人前。那我要穿象征正室娘子的正红色。好，都依你。待到那开山裂石的火药研制成功，就算你将楚昭赶出府去，也没人敢反对。一个胭脂就差点丢了面，若真弄出火药，只能先稳住他再说。华安哥哥，你再给我几天，我一定能研制出来。好。
陆大人，您身边这位佳人瞧着有些面生啊，不知是？这位是内子姜氏。侍卫，还不快见过诸位大人、夫人？见过诸位大人，见过诸位夫人。夫人生得如此花容月貌，侯爷真是好有福气。如此明目张胆，这明摆着就是羞辱楚家贵女。瑞王到。参见瑞王殿下。诸位免礼，谢殿下。父皇龙体欠安，特命本王代为主持，各位不必拘束，尽兴就好。听闻贵府夫人素有才女之称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不知可为其赋诗一首，以增雅兴。瑞王之命，臣妇不敢不从。画阁春深，酒半醒，红妆暗去，踏岩行。好诗。不愧为楚家贵女，才女之称，当之无愧呀。没错，举止礼仪无可挑剔呀。好，不愧是名动上京的闺秀典范。淮安，你有福了。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21世纪青年，在诗词方面怎会输给他？瑞王殿下，我做的诗定比他好1000倍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你是说陛下并非圣贤，还是他手中无可用之人？还有，你口中提的陈王，乃是前朝逆党，你是想替他谋不平吗？我哪知道这个朝代的陈王是逆党？后世的千古绝句怎么变成了罪命符？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一首简单的诗啊！好得很，难道你们平兰侯府想谋反吗？侯府绝有此意，她就是一妇人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还请殿下明鉴呀！好一个无知妇人！来人！殿下息怒，请容臣妇详禀。楚昭，侯府担下如此罪名，你又该如何破局？江姨娘虽有些许才能，却久居深闺，对这朝堂之事更是懵懂。今日之事，与其说她包藏祸心，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，口无遮拦罢了。楚夫人倒是伶牙俐齿，本王若是不放过她，倒显得我有点小气。殿下，臣妾非为其开脱，只是不忍见殿下因意渔夫，辱没了殿下名声。罢，姜氏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命其在家抄写女诫100遍。多谢殿下，多谢殿下开恩。他居然会帮我。淮安，你可明白？没想到楚昭还能得到瑞王青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明白，殿下放心。哼。侍卫，你今日身体不便，先回去吧。就是他，赶紧跑了，三殿下那边还等着呢。别碰我！老师弟，惊扰了贵人，有鸟说。
夫人，宫宴还没结束，您怎么提前走了？我总觉得瑞王和陆华安之间有什么问题。侯夫人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那么着急回宫？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本长明要的是你。我真是糊涂了。他就算再受器重，这皇家内院也不是说进就能进的。你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方才在宫宴之上，夫人顾全大局，这份胆识与气度，倒是令本太子敬佩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谬赞了，臣服惶恐。父亲时常教导，若无太子为质求和，也换不来南境多年太平。夫人中途离席，可是身体不适？多谢殿下关心，臣妇只是不喜喧闹，想出来走走。那就好。孤方才捡了个小玩意儿，夫人可否见了？这应该是将士威的耳坠。多谢殿下，臣妇自会转交。捡到的时候，旁边有几个人影，好像是往老三寝殿去了，嘴里说着要正妻打扮的侯府女眷。殿下恕罪，臣妇还有急事，先行告退。崔颖，殿下，跟上去，别让他出事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出招，你可别让顾氏失望。省点力气吧，你身命好，寻常女子哪能被我们瑞王看中？就是，若不是你那夫君指明道路，我们找你还得费些力气。夫君是陆淮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慢着，江姨娘，二位侍卫大哥，我府上的江姨娘为何在此，还落得这般模样？这是江姨娘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既如此，二位大哥便把她交给我吧。男女授受不亲。再说，这里是三皇子的寝宫，若闹出什么动静，不怕三皇子怪罪你？你为什么救我？你不恨我吗？我怨你，烦你，但从未恨过你。侯府一体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我抢了你夫君，处处与你为敌。世间女子本就生存不易，何必相互为难？以前我确实对她还有期待，但现在你想要那个位置，我不拦着。没想到你这么恪守规矩的人，也能做到敢爱敢恨。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家乡，人人平等，不分三六九等，女子都不需要依靠他人而活。敢爱敢恨？啊，不，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哼，敢从我手中劫人，你这夫人不简单呐！王爷息怒，这不过就是个女人罢了。啊，王爷，微臣手上有一配方，名唤火药，制成之后如同天雷降世。当真？啊，微臣能从战场上安然归来，全靠这火药相救。好，此事若成，你便是本王最大的功臣。哎，侍卫，
睡王殿下单独召见我，称只要我拿出火药，不仅宴会的事既往不咎，还能得天大的功劳。淮安哥，可瑞王怎么知道的？皇家手眼通天，这天下的事他们自然知晓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火药。我哪来的火药？当初救他的其实是威力比较大的炮仗。淮安哥哥，你别吓我，再多给我几日，我一定。起身！江守卫，你是不是就不想拿出来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？你在耍我？淮安哥哥，你吓到我们的孩子了。是我激动了。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还有别的公务要处理。好。夫人呢？夫人一回府就去院子里休息了。都怪楚昭，坏了我的大计划。走，去兰苑。侯爷，夜深了，你来做什么？这里是侯府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你说我来做什么？你不是宁远守寡都要嫁进来吗？既然你如此钟情于我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陆环，你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！我没醉。阿昭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我已决定，此生无妻只有石威一人，你才是我唯一的妻子。若不是你那夫君指名道路，我们找你还得费些力气。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，男人都能为了权力不择手段。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世上真有纯粹的爱情。姨娘，侯爷往夫人院中去了。以前我确实对他还有期待，但现在你想要那个位置，我不拦着。等等，你即刻去夫人院中，告诉侯爷，就说我腹中胎儿不稳。是。楚昭，希望这一次我没有领悟错你的意思，就当是我报答你吧。陆环，我父亲可是当朝左相。那又如何？出嫁从夫，你生是我陆淮安的人，死是我陆淮安的鬼。不要，不要！陆环，侯爷，三娘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呀！闭嘴！求您了，侯爷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三娘一直说肚子疼，恐怕是放了胎气啊！醒醒，陆环，江姨娘怀的可是你的骨肉，你就不怕她流产了，还有心思跟我在这里纠缠？侯爷，求你了，侯爷！前面带路。要是他腹中胎儿有什么闪失，我要你全部陪葬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没事，我给你们寻一个新的去处。你在哪儿，奴婢们就去哪儿。好，此事我们以后再一起商议，你们也别急。
殿下，昨日平兰侯府出了点状况，陆怀安酒后欲对齐夫人用枪。怎么回事？属下按殿下安排，暗中保护侯夫人。陆怀安闯入其卧房，企图不轨，不过他没有得逞，江姨娘派人引开了陆怀安。陆怀安，你找死！左右不过是一枚棋子，他有心，为何孤会如此着急？还不是因为您生了爱慕之意，每回看他那眼神都能揉出水。殿下息怒，眼下正是夺嫡的关键时刻，瑞王动作频频，我们还需早做打算。那顾真如何了？殿下放心吧，顾真现在只吊着一口气罢了。这些年，若不是殿下取而代之，我们千丸牌的兄弟不知死了多少次。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。当年他奉命劫杀我也只是顺势而为。对了，瑞王那边加派人手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及时汇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子临川虽出身微末，然天资算聪明，特册封为皇太子。即日受太子喜寿，移居东宫，为顾南境、云里两国之永仪。着新太子临川，即日启程，赴云里为质，钦此。太子殿下，这可是天大的恩赐，毕竟您的母妃只是个宫女。很丑，挨了这么多下，连疼都不好一下，不愧是冷宫里爬出来的野种。还敢瞪我？说只要给你呼一口气，你的坟头草早就3丈高了。还瞪？这盘棋也该收尾了。曾经种种，我将一一奉还。该死，怎么就是睡不着？陆怀安酒后欲对齐夫人用枪。谁？孤只是来确认盟友，并无害。顾长人，世纪宗权，侯夫人，结盟之事可还记得？自然。顾长令有何高见？依夫人看，当朝太子如何？原来他是太子的人，幸好我并未说错什么话。自是民心所向，太子一心为民，为了楚国，在云里为治多年，楚昭甚是敬佩。我朝江山若是落于太子手中，必将海晏河清。从前世人厌我骂我，如今却有人真心知我敬我。当今太子困于浅滩，无法施于众人，夫人可有破局之法？浅滩之水，能困龙一时，焉能困龙一世？顾长令可知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水便是民心所向。殿下乃名正言顺的楚君，为何不接住水之事？毕竟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龙。此计甚妙。
顾某代殿下谢过夫人。这幅字，夫人可否送给顾某？顾长令言重了，这幅字，长令要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夫人放心，和离之时，顾某定当全力以赴。侯爷，太子殿下让我问你，那开天辟地的方子，您什么时候能交出来？劳烦转告殿下，再给下官几日，就几日。近期太子的流言四起，殿下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，最迟明日，否则，殿下的手段您是知道的。江时威，你个贱人，害死我了！江时威，本侯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这火药方子到底能不能写？不是还有几日吗？淮安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淮安哥哥，你打我，我有我们孩子。有孩子又如何？以前你要是写不出来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给我写！淮安哥哥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住手！陆环，你在干什么？青穗，快去请大夫！是。陆怀安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江时威，想要活命就按我说的做。我写，既然你不想让我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其实你不必。你可有什么不是？没有。你呢？陆淮安有没有为难你？他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大事，正好也顾不上我。你呢？经此一遭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我要离开这儿，离开陆淮安，离开陆淮安。离开？你本就是孤身来此，又刚刚失去孩子，你离开这里，又能去哪？女子也能自立自强，不依附他人而活。枕边人待我如草芥，连腹中的胎儿也可舍弃。与其困在这里，不如潇洒离去。你说的对，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是该多为自己打算。你能这么想，真好。若我思考能有你一半周全，也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。我不过是久居深宅，倒是羡慕你这样的性子，洒脱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。没想到我们俩能有今日，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说话。你好好歇着，至于离开，我明白。你也多保重。出招！我希望你活得自由自在，不要被困在这一方宅院。自立自强，活得自在。小姐，老爷信你说什么？父亲说，让我们以省亲的理由，借口出府。也好，这侯府就是世人吮血的魔窟，待不得。对啊，自从江姨娘小产之后，奴婢每晚都睡不着，早点离开早好。干得好！这火药一旦制成，你居首功。
你想走？让开！我只是回楚家小住几日。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没有本侯的允许，你不能踏出侯府半步。我是侯府主母，回家请尽天经地义。贱婢，这里哪里轮得到你说话？住手！父亲，陆怀安，你好大的威风！昭儿是我楚家嫡女，身份何等尊贵，捧着牌位加入你们侯府，等来的却是你宠妾灭妻，如今连娘家都不能回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只是担心她的安危。老夫看你是做贼心虚，江氏是如何小产的，你比我清楚。今日，老夫就要带昭儿回府，若谁再敢阻拦，就该我将你宠妾灭妻、残害亲子一事禀报圣上。好，楚昭，你可以走，但和离之事休想。昭儿，走。楚昭这个贱人，想走，可惜呀，侯府只能有丧妻这一个选择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小姐，为何我们不跟老爷还有王嬷嬷一同回府？江姨娘小产，我心有不安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先去佛寺为她祈福一二。小姐，你人真好。什么人？胆敢拦我们！兄弟们，给我杀光他们！上！小姐小心，有刺客！小姐，怎么办啊？别慌，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分头跑。你呢？别管我，你先走，然后找人来救我。兄弟们，人在那儿，给我追！果然是冲着我来的，难道是陆怀安？还真是心狠手辣。陆怀安就这点本事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侯爷说了，背叛他的都得死。动他的都得死，得死！杀了他，为老大报仇！楚昭，郭大人，太子殿下，别看，此地危久了。危险，有毒菇丈量。无妨，皮外甥，快走。姑娘，老夫已尽力清创止血，但这位爷伤势极重，若能熬过今夜，那便尚有转圜之机；若熬不过去，唉，有劳大夫了，今夜我守着他。他究竟是谁？方才惊鸿一瞥的轮廓是错觉吗？今生不知从何去。顾长，身上怎么如此冰冷？他是为护我而生，若他出事，我心又如何能安？还敢瞪我！若不是要给你留一口气，你的坟头草早就3丈高了。太子殿下，这可是天大的恩赐，毕竟您的母妃只是个宫女。是他竟说了我一夜，原来我这世人眼中的妻子，
也可以被人如此郑重的守护。顾正陵，你醒了，身体可有不适？我感觉好多了，多谢夫人照顾顾某。小姐，老爷正急着寻您，请您立刻去书房一趟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顾正陵，你好生歇歇，稍后我让清随送药进来。顾怎么会想亲他？难道是心动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对一个宦官心动？昭儿，为父听说你悄悄请了郎中上门，可是身子有所不适。父亲，女儿无碍，只是女儿昨日确实遇险。遇险？何人如此大胆？你没受伤吧？女儿无碍，只是救我之人身负重伤，我将他安置在院内休养。既是救命恩人，救治自是应当。对了，此人是何身份？此人是青鸾卫掌令使顾征，顾大人。顾征，昭儿，你可知青鸾卫是何等所在？女儿深知其中厉害，请父亲放心，此事绝不会牵扯到楚家。女儿还有一个要求，恳请父亲允我与陆淮安和离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女儿明白，陆淮安宠妾灭妻，不愿意再与他纠缠下去，而且昨日刺杀我之人，有可能正是陆淮安。昭儿，陆淮安就算再荒唐，他也不敢派人刺杀朝廷官眷，你不要犯糊涂。父亲，你太小看他的凉薄了，他都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对我又怎会有怜惜？可你若是和离，你便要背上弃妇的骂名，整个后半生都要在别人的白眼中度过。女儿无悔。女子本就该自强自立，不依附他人而活。父亲，女儿更不愿与他在宅院中做一对互相折磨的怨偶，活得自意自在，心有所依。女儿更向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放肆！你是我楚家精心培养的闺秀，难道你要向那市井妇人整日抛头露面，任人耻笑吗？滚！想不清楚别来见我。女儿告退。多谢顾掌令昨日舍身相护，这伤可还好？你我既是盟友，就不必言谢。顾掌令大恩，昭铭记于心。顾某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行一步。此物是在那刺客身上发现的，可能对你有用。果然是他，陆淮，你竟狠毒至此！顾掌令救命之恩，昭没齿难忘。一群废物！本侯亲自去接我那惊吓过度的夫人回府。楚昭啊，楚昭，待本侯将你接回府中，便向世人宣告，你因惊吓过度，需在府中静养。
倒是，是生是死，我说了算。岳父大人，小婿今日是来赔罪的。从前是小婿糊涂，让那江氏扰得家宅不宁，还惹得昭儿伤心。江氏现在如何了？岳父放心，那等贱婢，小婿已经责令他在佛堂面壁思过，没有允许，不得跨出院门半步。小婿今后定当洗心革面，与昭儿重修旧好。父亲，昭儿，你来了，为父来接你回家。陆侯爷，请自重，你我之间早已无话可说。昭儿，你当真如此绝情吗？这么多年情分，你就不能再给为父一次机会吗？夫妻情义，昨日派死士来刺杀我时，可有想过情分？哪来的死士？岳父大人，此事小婿闻所未闻啊。昭儿，淮安既已诚心认错，你怎么还如此咄咄逼人？我咄咄逼人？父亲，你为何如此信他？这个刻有你名讳的令牌，就是你陷害我的证据，铁证如山，还有何话可说？这令牌怎会落在他手里？当真派出死士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定是有人构陷。构陷？侯英，你侯府的东西是如此好复制构陷的吗？昨日要不是顾长令舍身救我，恐怕我早已命丧黄泉。本想给彼此留有一丝体面，你却丧心病狂，想取我性命。你是想我拿着这个令牌去找陛下上告吗？岳父大人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是被顾生迷惑了。让开！枉我如此信任你。来人，取笔墨来。今日你若是不签和离书，明日我就要去御前讨一个公道。你以为你行了？这纸破书我签了又何妨？从今往后，你不过是被本侯抛弃的和离之妇，哪个高门大户会要你这样的欺负？陆环，你真可悲！我楚昭以后，只为自己而活。你在装什么清高？本侯早就知道了，你和那阉人顾征眉来眼去，怎么离了本侯，就自甘下贱的去攀附一个没了根的东西？你，昭儿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你当真与他？父亲，他血口喷人，更何况顾长令舍身救我，比起他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人，好上100倍。住口！你这个逆女，竟敢当众维护他！父亲，来人，快来人，把父亲先抬入内院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报应。你们楚家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你怎么气息败坏了是吧？本侯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和那阉人情郎的阿杂事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您可不能受他蛊惑，这个贱人只是被臣休弃的和离之妇而已。孤未来的太子妃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挥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子殿下，这女人不知廉耻，还跟一个低贱的阉人苟且。陆怀安，污蔑构陷孤的未来太子妃，该当何罪？虽然这太子之位形同虚设，但毕竟还没正式为妃，不可正面周转。太子息怒，是臣失心疯胡言乱语。滚！你们都给我等着！
臣女楚昭拜见太子殿下，多谢殿下为楚家解围。楚姑娘不必多礼，楚大人可有大碍？大夫说父亲是极怒攻心，只需静养些时便啊。殿下厚爱，昭感激涕零，但楚昭一介和离妇，实在配不上殿下，还望殿下收回成命。况且我早已心有所属。楚姑娘，孤明白你的顾虑，可孤观你眸中似有未尽之情，那人是谁？臣女确有心系之人，他与臣女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与他身份悬殊，我将此情愫藏于心底，此后绝不再嫁。昭昭，你口中之人可是戴着这个面具？大人，这不合理说。嘘，别出声。是他，原来顾征也是他，一直都是他。此前因为一些原因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但我早已对你情根深重。我魏凌川，此生非情不娶。昭昭，我终于娶了你。自古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我魏凌川发誓这一辈子只娶你一个人。妾身亦是如此。来日我必以江山为凭，向全天下昭告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女人。凌川，你身上这些疤，都是在云里留下的吗？傻昭儿，早就不疼了。维持多年，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。这点皮肉之苦，算得了什么？怎么会不疼呢？若有机会，我定要将那些辱你之人千倍、百倍的偿还回来。关，别哭了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无人敢置毁的太子妃。我祝夫君今日早日凯旋归来。是王殿下，如今太子在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还明目张胆地娶了楚昭，如此狼子野心，不得不防啊！还不是你这个废物，连一个女人都解决不了。不过，他这会儿跳出来，正好给了我抓住他的机会。早朝过后，这太子之位就要换人做了。那就提前恭喜殿下，不是太子殿下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昨日太子殿下大婚，
太子殿下迎娶之人，便是那刚刚和离的楚家女楚昭。什么？那不孝子当真如此？此事民间传得沸沸扬扬，太子殿下所作所为，着实有损皇家颜面。陛下，臣已有所耳闻，他出身低微，承蒙皇上天恩，得此储位，如今又荒唐行事，臣恳请陛下废黜太子，另立贤德。臣附议。若非当年须遣太子为质，这东宫之主又岂会落到一个宫女所出之子头上？现更是有损皇室尊严。陛下，瑞王殿下德才兼备，是储君的不二人选，请陛下明鉴。是啊，说的有道理。如此，那太子殿下觐见。太子殿下觐见。这。儿臣魏临川，叩见父皇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父皇，儿臣听闻有人冒犯天恩，故冒死闯殿。孤的生母虽出身微末，但也是皇上您钦点的才人。若是他出身卑贱，那岂不是在骂父皇您有眼无珠？父皇，纵然生母之事不宜再提，但他身为太子殿下所作所为，无视王权，无视家法。瑞王所言甚是，你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这个太子之位做得很稳当？此事确是儿臣的错误，儿臣对那楚昭姑娘心仪已久，听闻她已经和离，儿臣欣喜若狂，这才将她迎娶进门，请父皇降罪。没想到他还是个情种，这倒省了我一份手脚。父皇，既然太子殿下已经知罪，应当立即废除他的太子之位，以保全皇室颜面。是啊，若是父皇想要儿臣放弃楚昭姑娘，又或是认为儿臣不配这储君之位，儿臣自愿请辞这太子之位。儿臣自愿辞去这太子之位。儿臣只是再也不能为父皇分忧了。毕竟父皇当年以儿臣一人为质，终结两国纠争，实乃千古明君。讲这种大逆不道之话。父皇，儿臣此举是想效仿皇祖父，毕竟皇祖母一家亦非簪缨氏族啊。好狡诈的小子，将千古明君和先帝的名声搬了出来，这帽子让朕不得不戴呀。太子至纯至孝，朕有岂是那薄情之人？此事无需在意。即日起，已移居太子宫，退朝。谢陛下鲁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！州长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在这人世间。你个废物，到手的鸭子都能飞了！魏临川，本王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王爷息怒。本王让你研制的火药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然研制成功，请王爷放心。好，3日后祭天大典，
魏临川必定登上祭天大台，到时就让火药作为天罚降临，让魏临川永世不得翻身。微臣明白，定不让殿下失望。哼。该死的，那些工匠都是废物，有配方还研制不出火药，难道只要江侍卫那个贱人亲自出马？江侍卫，不知陆侯爷气势汹汹的闯入佛堂，有何贵干？你少给我装模作样！3日之内，把那威力巨大的火药给我做出来。配方已经给你，此事与我再无关联。贱人，你还敢装？如今你的命都在我手里，你要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给你。算你识相，但是你要敢耍花样，你知道后果。江守安，江守安，你到底做好了没？是不是又在骗我？啊！贱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金刚给谁看？给我！风雨欲来，看谁更高一筹了。王爷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就等焰火升空了。不要让本王失望。王爷放心，就算有差池，也是江侍卫因妒恨楚昭高攀，故谋害太子，定不会牵连我们。很好，这次算考虑周全。本王拭目以待。临川，江时温，怎么是你？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？别碰我！收起你假惺惺的样子，我有今日皆拜你所赐。江时温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我的恩怨不早已经……早已什么？楚昭，少在这装无辜！你如今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一个和离之妇，竟能二嫁太子，当真是好手段。我楚昭行事向来无愧天地，倒是你满身伤痕，满口怨毒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楚昭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如今有太子的庇护，怎能理解我失去孩子、困于佛堂的痛苦？原以为你早已幡然醒悟，没想到你还是这般。闭嘴！你这个……放肆！有人敢对太子妃无礼！放肆！敢侮辱太子妃！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敢污蔑太子妃？诬起告我！若再敢对太子妃不敬，休怪我不顾念你与她往年的情分。滚！你最好祈祷，每次都有人庇护你。州长，这种人不值得你为他伤心。这是他刚才塞给我的，这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。皇上到！皇上来了。参见陛下。太子殿下，时辰已到，皇帝口谕，请即刻移步祭坛，点燃齐天焰火。知道了，姑这就去。
吉时到，请太子殿下点燃焰火，佑我南境，国泰民安。哎呀，这坏了点了。吉兆啊！此乃吉兆啊！如此盛世，前所未有啊！焰火如此绚烂，预示我南境国泰民安，如日中天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太子殿下！说得好，通通有赏。谢谢陛下。谢陛下。王爷，废！说什么万无一失？魏灵川连个头发都没少，还在那里接受万民朝拜，说什么狗屁吉兆？王爷饶命啊！定是那个贱人将士威搞的鬼，微臣一定彻查此事，把那个贱人碎尸万段。查不清楚，你提头来见。哼！先喝口茶。你脸上的伤还疼吗？谢太子妃，太子殿下。今日之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焰火有诈，太子命危，但我已将其调换回来，只求能保我。你的这份恩情，我都记下了。只是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只求两位收留我在府上，避过这段风头，我便从今往后永不回来。好，你且今日在我们这住下，后面我再给你安排离开。你于姑今日有恩，护你周全，理所应当。后爷息怒！大典散场时人山人海，江姨娘又刻意躲藏，属下实在是……给我查！挖地3尺，也要给我找出来！是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本王的损失，你打算怎么还？微臣无能，一定是那姜侍卫知晓自己换了悔药罪不可恕，所以逃了。微臣是被他骗了呀！一句被算计，就想撇清关系，本王的计划都被你打乱，这是不是要陆府满门的脑袋来抵呀？王爷开恩，微臣定能将功赎罪，求王爷再给一次机会。将功赎罪，陆怀安，你还有什么价值？王爷，微臣手中少爷份薄利，可助王爷
成就不世之功。说来听听，若还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你知道后果。兵马。哦，本王只是说过一句，你还真能办到。我在边关培养了一批精兵，人数不下3万。从此以后，为王爷马首是瞻。天助我也！魏临川，朝堂上斗不过你，那便用刀剑说话。好，若本王成功登基，你就是本王的第一功臣。那日大典，我将纸条给你，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？那日情况危急，我来不及细想，但我相信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被困于侯府的泥潭当中，是你点醒了我。女子也可以不依靠他人而活，而是凭借自己一己之力，不困于宅院之中。那都是我胡乱说的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是啊，我记得，所以我信你。娘娘，那日我出狱陆淮安，为了救他身受重伤，随后陷入昏迷。之后我都是半梦半醒，直到有一次我醒来，发现已经身处营帐中，营帐外操练声震天，而且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将兵符揣入怀中，还说什么秘密操练。我真的太害怕了，你说他是不是？殿下，顾真已经处理，对外扬言因旧伤复发暴毙。做得好，下去吧。周周，你来了，我也想你了。殿下，妾身有急事要说。事情便是这样，我怀疑陆淮安失踪3年，便是去囤积兵权了。如今兵权可能落在魏景睿手里。好一个陆淮安，好一个魏景睿。周昭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才行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事关祭天大典安危与皇家颜面，臣不得不言。何事啊？陛下，祭天大典事关重大，但在大典之日，竟有人劫走了微臣的内眷，臣心急如焚。太子殿下总理大典事宜，恐怕需要给微臣一个交代。陛下，好，陆侯爷所言，倒是让孤想起一事。若是孤能与陆侯爷这般，随意便能调动3、5千精兵，直接将大典围个水泄不通，如此，便是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过去。你说是吧，陆侯爷？微臣手下哪有什么精兵强将？殿下莫要打屈臣。父皇，陆淮安秘密转养私兵3年，人数不下3万，如此刚恣野行，请父皇明察。太子所言可是实情？你若不从实招来，朕就将你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
微臣冤枉，侯府上下对陛下忠心耿耿，臣愿以死明志，以求清白。那3万兵马已经到了本王手里，若是被他坐实罪名，那到手的肉岂不上飞了？父皇息怒，儿臣认为，平兰侯府世代忠臣，老诸侯又是为国战死，若只凭太子一面之词，恐怕会伤了忠臣的心呐。父皇，瑞王所言甚实，所以儿臣今日还带了证人，把人带上来吧。传人证。民女江时薇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禀陛下，民女亲眼所见，在深谷中营帐连绵，侯爷带兵操练，臣女失踪，并非身遇不测，更是不忍看侯爷一错再错，更不忍看那3万士兵被无端卷入谋逆漩涡中。陛下，这是诬陷，他已经负若增动这些。陛下，民女愿以性命担保，侯爷身怀兵符，且一向随身携带，陛下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搜！陛下，是瑞王，屯兵之事皆是瑞王授意，与臣无关呐。住口！你血口喷人！父皇，儿臣全然不知啊。陛下，这兵符就在瑞王身上，陛下一查便知。微臣也是被逼无奈啊，陛下。够了！陆淮安豢养私兵，攀咬亲王，主将3万兵权上交，满门下狱，秋后问斩。瑞王身为亲王，识人不明，乃至招人疑窦，罚你闭门思过3月，无职不许出府。儿臣领命。云里使团过几日就要入京了，周昭，到时可要万事小心。放心吧，夫君，若是见了那云深，我还要替你报仇呢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。江姑娘，这是你新的户籍文书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自由身了。谢太子殿下。这里面是一些银票和碎银，足够你安稳度日。待局势稳定，会有人将你安全护送离开。从此海阔天空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寡淡，这便是南境御酒，比我云离的烈酒差之千里。难怪当年某些人在我云离为质时娘们唧唧的，是吧，太子殿下？云深皇子说笑，我南境美酒，须得细品方知其妙。为质不过是2国邦交。孤在贵国，倒是学了不少东西。哼，伶牙俐齿。今日盛宴，歌舞升平未免无趣，不如你我2国各遣勇士比试一番，如何？怎么？我南境无人应战吗？陛下，儿臣愿意一试。贵国想比试，我南境奉陪便是。有趣，实在有趣。南境当真无人了吗？竟要让一个妇人出来撑场面。此言差矣。自古巾帼不让须眉。莫非殿下是害怕、心虚，不敢应战？笑话！
本王不过是怜惜你一个女子，今日就文斗吧，到时候别说本王欺负你。既然是比试，那得有点什么彩头才是。不如我们各出一题，答不上来的便当众受鞭刑10下，如何？好，本王接了。到时候输了，你可别躲在角落里哭鼻子。听好了，什么东西买的人知道，卖的人知道，但用的人却不知道。猜猜是何物？没想到是这道题，幸好在府中与石威切磋了几次。猜不出来了吧？此题在我云里能答对者不超过3个人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此物是棺材。棺材？殿下，我这里也有一题。有一种东西，它不说话，却能告诉你答案；它不识字，却满腹经纶。它是什么？废话，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。殿下，你输了，愿赌服输。服输？笑话！本王岂能受你这妇人鞭笞？人无信而不立，看来你们云离也不过如此。好，本王认输。10鞭，本王受着。殿下，请吧。啊！我们云离皇子遭此奇耻大辱，怎能是一句愿赌服输就能作罢？贵国必须将太子妃交到云离手上，任我们处置。做梦！此事皆由你们咎由自取。那你们就等着我们云离铁骑的怒火吧。难道堂堂太子怎能为了一个女人导致江山社稷于不顾吗？父王，您当年将我送当之子，如今要将我的女人也送走吗？住口！你个逆子！看来此事诸位还需要商议，那我等便先行告退，静候佳音。州长，你放心，我受过的苦，绝不会让你再受一遍。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知道，可若真因我战火而起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殿下、娘娘，宫宴之事我已听说，我有一个法子。我们可以顺势而为。今日您在宫宴上挺身而出，维系国体尊严，但云离蛮横无理，竟敢索要太子妃。这消息一旦传出，必然名势汹汹。现在情况危急，该怎么做？这便是我接下来要讲的。在我家乡有一东西，名叫传单，只要人手足够多，一夜之间便能传遍大街小巷。快请讲。崔颖，调集所有人手，将此文原样刻印一份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看到它洒满整个上京。遵命，属下即刻去办。该死的老皇帝！
竟被区区几张纸吓破了胆，如今还敢忤逆我云离？那地下这10鞭岂不是白挨了？做梦！迅速传讯回国，南境如我云离皇子，请父皇即刻集结大军，待我等回国之日，便是铁骑踏平南境之时。殿下，密探来报，云深与使团密谋，扬言一回国便要率兵踏平南境。想走？当年之耻，我还没还呢。崔颖，你带青鸾卫先行，务必将云深一行人截在半路，待不拿到兵符就来接应。这次定要杀进他们云林深处。是，殿下，属下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灭云离绝非易事，若失败了，放心，顾墨画此事已有多年，况且这次如果我不先发制人，我们只会更被动。父皇真的给了你兵符，他没有为难你。我将崔颖截获的密报呈现给了圣上，老头子再昏聩，也知道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，毕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日子了。魏灵川，你竟然主动请战，既然如此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们混进他的队伍，务必确保他死在战场上。是，属下定不负王爷所托。哼，魏灵川，我的好皇兄，你的江山和美人，我就笑纳了。州长，等我！上！林冲！林冲，不要！娘娘不好了！前线战报，殿下生死不明。什么？娘娘不好了！殿下大胜云林，但在回朝途中遭遇伏击，如今生死未明。什么？不会的，他以前答应过我，他会平安归来的。备车，我要进宫。你个逆子，你不会有好死的！老东西，是位置您坐得太久，该让让位。放心，等儿臣登基，定会追封你为太上皇。畜生，朕早该杀了你！可惜了，我不是魏灵川那个废物，
绝不会给你杀我的机会。你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？本王的好皇嫂，来的可真巧啊！给本王抓住他！瞧这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怪不得能把魏灵川迷得神魂颠倒，连江山都不要。魏景顺，你弑父逼狗，就不怕遗臭万年吗？史书向来有胜利者书写，待我登基之后，谁还敢质疑我？至于你，既然能二嫁给魏灵川，为什么不能嫁给我？当时我让你做我的贵妃，我楚昭此生只生魏灵川一人，我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嫁给你这种阿杂之物。好，等我把他的头颅砍下来送到你面前，拿着他的头颅做我的贵妃，把项王的尸首处理好。至于他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他半步。哼！楚昭，是我。如薇，你怎么来这了？我收买了管事的太监，悄悄溜进来了。这是治疗外伤的药，拿着。太子殿下还没死。殿下回京，发现京中气氛诡异，所以并未大张旗鼓，而是带着青鸾卫军悄悄潜入城中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还活着。他现在在哪？可有受伤？殿下说，他已慢慢掌握城中要害，不多时日便能救你出去。好。对了，让他务必小心。还有，父皇已经兵天，是被魏景顺杀害的，我亲眼所见。我不能久留，你一定要保重。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这鬼地方真配不上你这样的人。怎么样，考虑的如何？要不要乖乖顺从本王？想碰我，除非我死。别不知死活，你就是本王砧板上的一块肉！救命啊！这里都是本王的人，难道你还指望那个短命鬼魏灵川来救你？魏奇瑞，敢动他，我杀了你！魏灵川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孤当然还活着，这个杀父弑君的孽种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放屁！是那老东西该死！还有你，一个宫女生的贱种，凭什么能当太子？这都是我的江山！孤才是天人所归，任你如何机关算尽，今日也要死在孤的剑下！老东西的事还得多谢你。林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。此江山为聘，你可愿与朕共担此任，共远万里？妾愿万死相随。万岁！陛下，今日收到十位姑娘的信了。哦，江姑娘，朕封她为逍遥郡主，赐她永享富贵、自由进入。她可还满意？满意。您赠予她的那些黄金，足够她游历山水，开设女子学堂。她说，女子要互帮互助，薪火相传。如此甚好。若是有一天你也想出宫，想去走走，朕便陪你一起。多谢陛下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看这女学，教的果然不止针线女工，还能学到各种知识，知晓天地。朕看见了，让女子也能知天下事，将士为此举，甚好。陛下，娘娘，怎么样？我这女学办的可还行？百闻不如一见，你让他们不再困于方寸之间，朕叹服。谢陛下。实为一直觉得男女之别，不应是束缚才智的枷锁。女子互助，薪火相传。陛下，臣妾请旨，将这女学广传各州府，让这天下女子无论出身，皆能闻书香。准。皇后此意，功在千秋。男女虽有性别之分，却无才智之差，自当一视同仁。